大多数中国人退休后生活质量都会暴跌，而且收入越高，退休越像返贫。我是朱知识，带大家看更大的世界。今天我们继续用3段视频说清楚，你每个月交了这么多社保，退休之后能拿到多少？你要多少退休金才能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水平？你现在要做什么才能提高你退休后的生活质量？先说第一个，退休金的计算公式很复杂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给大家总结好了。假设你月薪和当地的平均工资一样是8000块钱的话，那么你交满30年后每个月大概是4000块钱。如果你只交了15年，那每个月大概只有2-3千块钱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退休金大概只占了工资的3到5成。这个比例呢，我们管它叫养老金替代率。一般来说，你要是想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，替代率要高于70%才可以。那也就是说，月薪8000块钱的话，退休金每个月至少要5600。替代率在60%到70%的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，低于50%的话，生活水平就会暴跌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按照8000块的月薪交30年，替代率也就50%出头，但这已经要高于目前全国平均水平的44%了。而且对于很多80后、90后的高级打工人来说，退休约等于阶层衰退。这一方面是大家不爱存钱了，另一方面是社保缴纳有上限，一般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。比方说，上海的社会平均工资是12000多块，那么3倍就是37000不到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月薪只要超过了这个数，不管是5万还是10万，每个月交的养老保险都是2900来块。对于现在那些年入100万的打工人来说，只靠基本养老金的话，根本维持不了体面。所以我们这代人在交够社保之外，还要做2件事情：一，让老板负担一部分，也就是职业养老金；二，自己负担一部分，也就是个人养老金。但第一条路很难走，会给员工交职业养老金的往往都是国企、央企、事业单位，但大部分单位效益比不上他们，不但没能力给员工上职业养老金，甚至员工交的社保也只能按照最低基数缴纳，所以数据上严重失衡。像基本养老金的规模大概是6.4万亿，覆盖了全国10.3亿人；职业养老金虽然只覆盖了7200万人，但规模却高达4.98万亿。换言之，对于绝大多数的打工人来说，退休的时候国家养老可管温饱，追求品质还看个人养老，也就是去年推出的个人养老账户。我们可以在里面挑选4种产品：储蓄、保险、理财、基金。单从去年开始算起，169只个人养老基金近90%亏损，盈利的产品里面不少收益也没能跑赢存款利息。不过虽然去年业绩惨淡，但我还是劝大家多买一点，不仅仅是为了退休做准备，更是因为它将打造出下一个中国人的时代红利—— A 股。下面2段视频，我们将从你为什么成不了巴菲特、个人养老账户怎样让中国人人都有成为巴菲特的机会这2个方面来说清楚这里面的逻辑。很多人一说到巴菲特就说他的成功靠的是长期主义、价值投资，是别人恐惧我贪婪的高抛低吸。说实话，这都是马后炮。认知停留在这个层面的，最后都会成为巴九特。其中关键就在于长期主义到底长期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要结合巴菲特的商业模式来看。比方说，巴菲特从2019年算起，已经在日本累计发行了超过1万亿日元的债券，利息才0.7%。他用这笔钱买了日本最核心的资产，也就是5大商社。5大商社每年光现金分红就能给巴菲特带去4个点左右的收益。而5大商社股价的上涨算是另一部分的回报了，也就是资产价格的变动。这其实才是巴菲特模式的核心，用做债的思维去看待权益类资产，找到便宜且长期的资金，买那些能够持续创造现金流的企业，用他们的现金分红继续并购能创造更多现金流的公司。这里面现金流驱动是一只脚，资产配置是另一只脚。而长期以来，中国人的资产主要还是在房子上面，所以很多人往往只关注了资产价格，也就是股价的涨跌，而忽略了另一个关键。那理解了这套逻辑后，我们再看巴菲特被爆出第3季度亏损127.7亿美金，就没有太多心理波澜了。主要原因应该是重仓的这几家公司的股价下跌。但咱们先撇开这几家公司今年涨了多少不算啊，光苹果一家每年就能给巴菲特带去7-8个亿的现金分红。而这套商业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便宜且长期的资金。那么巴菲特的资金池里，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成本最低的钱，就是几家保险公司的浮存金。保险公司浮存金实际上就是我们交的保费，这笔钱虽然不属于保险公司，但是保险公司可以拿它来投资，实际上就成了保险公司找我们贷了一笔钱。而且你像咱们买了保险之后，可能几年都用不到，有的时候保险过期了，钱也不会退回来。所以在保险公司业绩好的时候，巴菲特这些浮存金的融资成本可以是0，甚至是负数。而华尔街一些对冲基金的融资成本高达7%，且融资规模和贷款期限也没法和巴菲特比。
巴菲特从1967年收购保险公司算起，手上的浮存金规模已经涨了8000多倍，到2022年的时候达到了1640亿美金。而且他的保险合同很鸡贼，规定每年偿还额还不到3%，赔完都要30多年，根本就没有赎回压力。所以早年间才有人质疑巴菲特的投资能力，说他如果没有浮存金的话，复合年化收益率不会超过20%，大概只有13个点。不过年化13个点的投资人已经很牛了，而且未来中国很多人都可以有一笔长期资金，人人都可以憧憬一下类似的回报，靠的就是个人养老账户。如果你现在开始存养老金，为30年后退休做准备，那么你应该是去买股票型基金，还说保本保收益的存款呢？其实应该买股票型基金。但去年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以来，169只个人养老基金近90%亏损，就算盈利的产品也没多少收益，有的甚至没能跑赢存款利息。这虽然和基金配置的资产有关系，但也道出了不少投资人的辛酸。A 股可以赚钱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你的投资周期得拉得很长。从历史数据来看，如果你只持有 A 股1年的话，最坏的结果就是1年暴跌70%；如果持有 A 股5年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巨亏57%；如果持有10年，最坏的结果是下跌14%。持有周期只有超过13年，才基本没有下跌的问题。所以不少投资人会觉得 A 股的持有体验真的是太差了，但实际上 A 股的投资回报率很高。从1990年12月到2022年12月，上证指数从127点涨到了3089点，年均复合增长率大概是10.5个点。同期，纳斯达克指数只有8.28，标普500 5.31，道琼斯指数5.57，日本的日经225 0.28，印度的蒙马敏感指数13.53。而且像去年 A 股的股息还有2.53%，纳指只有1.71%，那也就是说 A 股长期回报率很可观。然而很多人只能回想起几个月里面的事儿，纳指今年涨了30多个点，有的人就开始相信国运定投纳指了，都忘了就在去年纳指还跌了33%呢。而且中国很多股民是没有长钱的，所以每次都说高抛低吸，但每次都会被时间给杀死。渐渐的，高抛低吸也就成了一句正确的废话。但个人养老账户出台后，咱们每年都能存12000块钱进去，直到退休才能取出来。这就等于很多中产都会有一笔长钱做投资。30年的时间，连本带利能赚到多少钱呢？咱们就拿 A 股10.5%的年化增长率来看啊，你每年存满12000块钱的话，30年后连本带利217万，40年的话就是608万。相比之下，投资储蓄存款30年只有57万，40年只有90万。截至今年1季度，已经有3000万人开立了个人养老账户，个人养老金规模超过了180亿，预计到2040年前后规模会扩大到9000亿。那么到时候，中国的内资才会真正拥有定价权 ，A 股的投资者才会真正开始长期投资 ，A 股也将成为下一个中国人的时代红利。